抱歉啊，我今天不会把帽子拿下，不会把这个连身帽呢拿下来，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拍片很少人看，太少人看了，所以我不想再折磨自己。我该保护自己的呢，还是要该保护自己。我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伤，不要晒伤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我爱的人不爱我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厌世摇头花。今天我想要拍20订阅数的 Q&A。我为什么开头要念这一段呢？虽然我之前解释过，那时候我是用录音的，那不如我用在现场讲的呢，比较能够有临场感。因为厌世甜点店的娜娜口呢，她已经结束单身了。她一副幸福、甜滋滋的模样。我呢，我才是厌世的接班人，因为他已经不适合念这段口白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海边呢，经过了台风的蹂躏之后呢，我刚刚呢完全没有遮蔽处，没有遮阴处，因为这些海边的很多那个防风林的树呢都被烤干了，我怀疑是没有死掉啦，不过树叶都枯掉了，然后树叶也吹掉了，所以我完全没有遮阴处。刚刚搞好久哦，然后又热又没有的，我是不是应该再买摄影设备啊？我被这个手机快气死了欸。因为这个用手机拍呢，非常的麻烦。我又想用后镜头拍，因为它会有广角。可是呢，用后镜头拍，它就没有办法有那个显示的地方，我就没有办法看到我拍的如何。所以呢，我就在虾皮买了一个显示器，1000块。可是呢，它亮度不够，我还跟他们客服反映，他说最亮就这样了。我是不想退啦，因为才1000块，你会退吗？留言告诉我。然后呢，接续下来呢，是我这个 Q&A。我知道我很调皮，也可以讲赖皮。人家是20万 Q&A， 我是20个 Q&A， 无所谓啦。反正现在我时常讲啦，我耗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，然后金钱去学剪辑，干嘛的。但是呢，我的流量也好，我的所有的那个所有的数据呢，都是在标准值以下。这个任谁都会心灰意冷吧。而且你没有看到我现在全副武装，因为我上次就是穿了一个无袖的。然后呢，又没有戴帽子，
我一整个晒伤哎。我当然不能跟《龙龙历险记》的龙龙比咯，但是简直晒成跟黑人一样。我是老人啦，我不能这样晒啦。我当时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晒，可是人老了就要认老。因为我这样晒呢，我可能就会全部长出黑斑来，完全到不能见人的程度。而且今天呢，我很明显的呢，我就有拍到广角了。这个还是询问我的剪辑老师真的是有够麻烦的。可是我要再买新设备吗？这样的流量，我再重复一次，是要逼死谁呀？聪明的人呢，可能就算了吧，我可能另谋高就，我的可能还有其他的机会，我不是这方面的天才。虽然呢，今天海很蓝，海天一色，很美，可是呢，有一个 bug， 是什么 bug 呢？大家看一下我旁边的树，都枯黄了。回到我的 Q&A 呢，我昨天终于有一位订阅者呢，很中肯的跟我沟通，跟我问问题。他说呢，为什么我的第一部片跟我后面的几支片呢完全不一样？他觉得是我第一部片之后我就宕机了。我回他说，我知道我宕机啊，然后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可能我知道也有人这样做，那我就讲我的原因出来。我去学剪辑，然后还买了一台，我去补习班学剪辑哦。那个剪辑课非常之贵，这还不打紧。然后呢，因为要剪影片的电脑呢，它必须要有显示卡。那我之前的那一部笔电呢就不行，所以呢，我又耗费巨资呢，买了一台新笔电。就这样子，然后还买了这个大疆麦克风，买了很多设备啦，脚架啦，还包含这个显示器啦、3轴稳定器啦，哩哩扣扣加起来很多钱呐，很多钱也就算了，我还要骑着摩托车，冒着风雨，然后去上了将近2个月的课，不管晴天雨天，台风没有啦。像这次我们台风，我就把它顺延了，就不可能台风天还去上课啊。因为我耗费了太多的
时间也好，金钱也好，然后呢，拍出的那一部片，然后还写稿，然后写企划，然后好不容易拍出了第一部片，就是在我就是仿冒，不是仿冒啦，仿冒，我要被警察抓走吗？我就是反串东河下渡，在日本的一个中国 YouTuber， 他呢，我就反串他，然后就把一些像泰国的肖恩啊，肖恩的逛吃 TV 啊，还有中国的影视飓风，你看那个这么大的频道哦，连他们都删我留言呢，还有封锁留言呢，我这辈子都不能在他们上面留言呢。这三个我以上谈的这三个都是哦，你看他们多夸张。然后呢，我上个礼拜证实呢，因为我之前也有质疑过9man，我当然我也是不客气啦。对，就是台湾的这个9man，我也质疑过他啊。可是呢，我上个礼拜我就非常认真的去看我的留言，也没有被删。结果我的留言还有好几个赞，因为有赞数就代表你没有被封锁留言跟删除，所以呢，高下立判啊，昭然若揭。这中国人呢，就是一堆不懂民主自由世界这个社群平台啊，因为我前天在岩东西，在泰国的岩东西，我在他底下留言，因为其实我之前关注他好一阵子，我就留言说，中国呢，他们这些 YouTuber 呢，他们的心呢赶不上这自由的世界。怎么会人家跟你的立场不一样，你就封锁别人的留言？你看，这是在台湾的 YouTuber， 他就不会发生啊。人家没有对你，别人没有对你人身攻击，没有口出秽言，那你就让别人发表他的看法啊。很抱歉啊，我今天不会把帽子拿下，不会把这个连身帽呢拿下来，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拍片很少人看，太少人看了，所以我不想再折磨自己。我该保护自己的呢，还是要该保护自己。我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伤，不要晒伤。还有今天呢，早上的时候呢，我发现，其实我之前就有在看一些新手 YouTuber 的他们的经历，他们会投稿给一些大的平台，比如说台湾达人秀。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呢，它是英文发音的，我记不起来。然后呢，我就投稿给他了。我之前就是在找这个东西，可是呢，这个可遇不可求啦。我这样照对走呢，等一下我掉下去这个。
这个沙堆，我就好笑了。我掉下去，我可以参加走中奖的最佳绕赛奖吗？很难，因为我知道走中奖的一切呢，它都必须要是你不管投稿也好，或者是你要参加比赛呢，你一定要有一定的限制，就是你已经参加了 YT 的盈利方案，就是你的频道可以盈利了，你才可以去参加那个比赛。我不要慌，我现在完全看不到那个显示器，没关系，我就稍微晒一下太阳呗。有啦，稍微隐约看得到啦。因为曾经九妹说过，你影片的精致度呢，还有金钱呢，换不到影片的流量与赞数。因为大概所有的 YouTuber 都知道呢，其实 YT 上的影片要备受关注呢，它就是内容永远摆在第一个。所以咯，其实第一个企划，我第一部片的企划其实很好，其实我也知道，可是呢，它的投资报酬率太低了啊，我怎么可能再去用那么多的金钱、时间，然后去拍一部没有什么人在看的影片？我知道有时候人要做傻子啊，可是呢，我就偏偏做不了。有时候做傻子呢，就真的只是傻子，并不是大家所说的童真，或者是童心。我昨天呢，本来要拍片的啊，因为早上呢有看到那一位的留言者呢，他质疑我，也不是质疑，他就是跟我讲吧。其实我也很接受，因为他讲的是事实啊。我就是第一部片是我整个人设、整个企划，它都是有编排过的，所以它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是跟他讲说，我为什么会宕机，就是我在惊吓之中。我就是发了第一部片之后呢，我剩下的作品都是在惊吓中完成的。今天呢，终于有拍到其他人了，所以呢，我可能大家有看到其他人吗？我要打马赛克吗？可是他们很远呢，因为今天是星期天，有一些小朋友呢，还有一些海钓的人呢，来这边钓鱼，还有玩耍、玩水。这里是不能下海的哦，这里可以踏浪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就是可以跟琼瑶里面呢，这样追着浪跑，嘻嘻哈哈，嘻嘻哈哈。
然后呢，你不可以整个人泡到水里面，因为这边呢是危险海域。我倒是没有看到其他人在游，我回来10几年，我是没有看到有人下去游泳那么白目啦。大家还是知道啦，因为这边真的很危险，因为它海沟呢，它是呈现90度的。它就是一下子会变很深，所以呢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在地人也知道，所以他们也不会轻易下水，太危险。除了我要下的这个标题呢，就是我的 Q&A 之外呢，我还是要再预告我要制作第2部拍片给九面的影片履历，我觉得很好玩。虽然呢，他应该永远看不到，他也不想看到，但不是就是这样吗？我们不是就是这一切不是就为了玩耍吗？如果你在 YT 上太认真了，你的受众感受不到你的放松，然后呢，他们也不会去持续看你的影片吧。我要确定呢，把这东西南北的美景呢拍给大家看，然后因为还有台风蹂躏过的样子，我转个圈。谢谢红茶，你的留言，我才能够拍这个20 Q&A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支片见吧，拜拜。